Hello，大家好，我是高恩，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频道。这期我们继续探寻 Pi Network 在供应链中的实用可能性，分析现有供应链中的痛点 ，Pi 的结合有哪些优势，希望能够帮助各位。高恩目前主要跟进 Pi Network， 分享传递思维观点，以后也会分享趣人趣事、知识故事、探索未知、实用资源的内容。大家点赞、订阅、分享。点亮小铃铛，打开提醒，支持下高恩。我们先来看现有的供应链中有哪些弊病。一条供应链是一个由个人和企业组成的网络，在这个网络里，生产和销售特定的产品和服务，从初始供应商到终端用户。一条基础的供应链系统通常涉及食品或原材料的供应商、生产商、物流公司以及终端零售商。目前，供应链管理系统低效和不透明的弊病一直困扰着人们，并且参与者越多，这些问题也就愈发凸显。理想状况下，产品和原材料还有钱和数据在供应链中都应该无缝衔接。然而，目前的模式使得维护一条持续的高效的供应链都变得异常困难。这不仅会给企业的利润造成负面影响，也会抬高终端的零售价格。供应链所面临的这些紧迫的问题都能够利用区块链技术来解决，因为区块链提供了记录、传输和分享数据的全新方式。然后我们来看和 Pi Network 结合会有哪些优势。Pi Network 作为区块链公链，其分布式系统能够有效地防止信息被篡改，因此区块链技术能很好地被应用在供应链网络中。一条区块链包含众多的区块信息，它们通过加密技术连接在一起，这样可以保证存储数据不被修改，除非整个网络都同时参与作弊。因此，区块链系统保障了信息传输的安全性。Pi Network 不仅仅是用于记录数字货币的交易信息，它在各种数据信息的记录方面也是非常有用的，且将其运用于供应链也会带来许多的好处。第一点，透明且不可篡改的信息。设想一下，有几家公司和机构组成的一条供应链，他们运用与 Pi Network 结合的区块链系统来记录原料和产品的位置以及所有权信息。他们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查看原料和产品的走向，一旦出了问题，所有信息都一目了然，责任追究也就非常清晰。因为这些数据都是记录在链上，并且不可修改的。第二点，节约成本。在供应链中，因为低效，通常会造成资源浪费。这个问题广泛存在于生产不易存放的商品行业当中，而通过与 Pi Network 的结合，却可以提高数据追踪的效率和透明度，进而降低成本。区块链技术同样能够消除资金在银行账户中流转产生的一系列费用，这些费用的消除能够显著地提升利润空间。第三点，创造可共同操作的数据库。目前供应链体系最大的问题就是每一位参与者的数据无法整合在一起进行共享，而去中心化的 Pi Network 系统维持了一个独特和透明的数据库，其中每一个节点都能够将自己的数据信息进行验证并整合，这就意味着所有人都能够看到这个数据库，所以一家公司就能够轻易地验证其他参与者所提供的数据的正确性。第四点，取代电子数据交换系统。很多企业都利用电子数据交换系统来互通消息，但是这些消息都是分批发出的，不具有实时性。例如，当某批货物丢失或者价格突然发生变化时，这条供应链上的一些商家只有在下一批消息发出之后才会知道。然而，利用 Pi Network 的区块链技术，信息则会定期更新，并且能够及时发送给所有的参与者。第五点，
电子协议与文档共享。一个事实的唯一版本对所有供应链上的文档共享都是相当重要的。重要的文件合同与区块链交易以及电子签名都紧密相关，所以供应链上的所有参与者都能使用文件以及合约的原始版本。区块链可以保证文件不被篡改，唯一能够更改的条件是所有参与者都能够全票通过。因此，企业能花更少的时间处理法务文书工作，从而能投入更多的精力研发产品以及制定公司的发展方向。现有供应链普及的一些困难。第一点，部署新系统。专门为企业供应链打造的系统或许不能适用区块链系统环境，而整修一个公司的基础设施和业务流程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果不小心，很可能整个操作以及资源配置都会被扰乱以及破坏。因此，上级管理在没有看到该行业的巨头们广泛采用区块链技术之前，都会谨慎地投资新系统。因此，这也是众多派友看到陆续加入到派生态开发中高兴的原因。只要有商家参与进来，自然有利于普及。第二点，取得合作伙伴的同意。如果有合伙商想要参与到供应链上来，他们也必须得同意使用区块链技术。然而，企业在区块链技术上获取的利益只有一小部分。如果他们对区块链技术持保留态度，那他们便不能充分利用其优势，并且透明度也不是所有组织想要去追求的。第三点，变更管理。一旦部署了区块链系统，企业就得加快脚步，让其员工将该系统利用起来，而变革管理计划便是一个重大指标。该计划需要明确指出什么是区块链，它是如何提高工作效率的，以及如何使用区块链系统。一个持续的培训计划能够解决员工使用新兴区块链技术所遇到的问题，但是这也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和资源。那么 Pi Network 如何去应对这些挑战以及困难？ Pi Network 的编程马拉松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相信其中一定会有供应链方面的优秀想法，或者某些企业在对供应链领域在做开发。针对以上3点的困难，个人认为3点挑战的存在都是思想接受度的问题，和区块链技术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关系。首先接受了区块链的应用，剩下的就是在这时对应的变化中稳步渐进的转变，属于公司机构的运营类问题。当然了，话又说回来，其实又有点关系，主要是和区块链的普及程度有关。普及程度越高，这个求变的过程也就越稳定，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也就越小。那么 Pi Network 作为引发全球2100多万用户的积极参与以及讨论的项目，供应链与其相结合将会是一个必然的事情。即便不谈区块链，没有哪个行业会轻而易举地放弃如此明确的固定用户群体，你们说呢？供应链产业中的几个大型企业已经使用了以区块链为基础的分布式系统，并且已经配置好相应的资源。我们很可能看到全球的供应链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让信息的传播以及产品的原料的运输更加简单便捷。区块链技术可以从多个方面改变组织架构，比如从生产加工到物流以及责任制等，每个流程都可经过被注册和认证来提高其透明度，以及创造一个不可改变的记录。因此，供应链网络利用区块链技术确实能从很大程度上规避传统管理模式的低效性。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要分享的内容，还没有订阅的快来一波3连吧。接下来几期内容将会继续结合实例，分享 Pi Network 在各个行业以及领域的结合应用可能性。欢迎关注公众号混沌界，获取高昂个人最新内容以及实用软件资源。至于群组，短期的话还是会以 Telegram 为主。浏览器扫描屏幕2维码加入群组和大家讨论吧。如果你想了解交易市场，个人推荐币安交易所，注册链接放在说明区和评论区。我是高恩，
下期再会吧，拜拜。